这年头的大女主剧有个共同点，都讲求一个爽字。韩剧《安娜》中的女主偷走了白富美的身份，走上人生巅峰，又表又爽。美剧《致命女人》，女主遇人不淑，直接选择杀死丈夫，又疯又爽。但爽多了难免审美疲劳。这不，最近就杀出一部口碑新片，另辟蹊径拍出了史上最不爽的大女主，却收获了一片5星好评，全职。这部电影的女主是一位单亲妈妈，和丈夫离婚后独自拉扯2个孩子。类似的人设在国产剧里也不少见，她们总是伟大无私，为孩子倾尽所有，比常人更加努力地扮演着完美的母亲，甚至像《您好，母亲大人》里的丁碧云这样，甘愿为孩子放弃追逐真爱的机会。但单亲妈妈就一定如此吗？影片女主朱莉完全是反面教材，她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，穷得叮当响，入不敷出是常态，房贷断供了好几个月，催收电话从来没停过。每当孩子们问什么时候带我们去儿童乐园，朱莉都假装没听见，她唯一能给孩子们的不过是一场生日派对，可是连这都出了岔子。在玩具店结账时，她才发现信用卡刷爆了，只得顶着众人鄙夷的目光，一件一件把玩具放回柜台。结局到了极致，她甚至会去偷孩子存在小猪罐子里的零花钱。这样坑娃的妈也是没谁了。邻居、同事、好友，人人都说她太不负责任，经常早出晚归不顾家，把带娃的任务推给邻居老奶奶。久而久之，老奶奶的身体自然吃不消，朱莉却还想强人所难，因此差点被老奶奶的女儿举报到福利中心。朱莉不带娃则已，一旦自己带娃就出大事了。这天是儿子生日，她提前准备了一张蹦床作为礼物，本以为安装好防护网就万事大吉了，没料朱莉没把防护网的拉链拉好，就走开去忙别的了。就这一转身的功夫，儿子一声尖叫，从蹦床里弹出，摔到了地上，当场胳膊骨折。不仅如此，朱莉还擅长令孩子们难堪。在儿子的生日派对上，她见一位男士忙前忙后，十分殷勤，以为对方对自己有意思，便春心大动亲了上去。万万没想到，这位男士就是儿子同学的爸爸。身为母亲，何以至此？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些混乱不堪，已经是她拼命换来的结果。前夫一声不吭就消失，还不付赡养费，朱莉不得不独自负担全部的开销。本是经济学硕士出身的她，曾经做过市场研究员，因为结婚生孩子离开了职场。再回归时，找到的最好的工作是在5星级酒店做服务员领班。为了让孩子们住得舒服一点，朱莉选择在巴黎周边买房，这导致通勤时间大大拉长，相当于从河北廊坊到北京国贸。每天天还没亮，她就得起床做早饭，把孩子送到邻居家里，然后马不停蹄地飞奔向火车站，踩点上车，再踩点换乘地铁，惊险程度不亚于动作大片。到岗后还来不及喘上口气，又切换到高强度的工作状态。身为领班，他身兼数职，打扫客房、管理员工、教学新人，还要面对难搞的客人。一次，客人把卫生间喷得到处都是屎，他一打开卫生间的门，看到里面的情况就想吐，也只能亲自上阵，用高压水枪将屎一点点冲了下来。可就算他解决了问题，还会牵连出新的问题。上司指责他高级瓷砖不应该用高压水枪清洗，容易损坏，言下之意要朱莉用手擦。挨到下班，他又无缝切回赶车模式，按照约定时间把2个孩子从邻居老太太家接回去。回到家后，则要继续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，把精力非常旺盛的2个孩子哄睡着，维持日常生活已经足够辛苦。而朱莉还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给孩子们一个没有遗憾的童年。那张造成事故的蹦床，其实是朱莉咬着牙分期付款买下的。为了省钱，她自己租了货车搬运回家，又自己组装，只因这是儿子最想要的生日礼物。对朱莉来说，唯一的放松时间只有泡澡的时候，但连泡澡时间都严格规定，只在周末的时候泡。好不容易等到周末，终于能泡个爽，却又会因为儿子做了噩梦需要安慰而不得不终止。她总是在疲于奔命，就如同海报上被定格的女主奔走的场面。这样的生活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，一旦哪个螺丝出现松动，就面临崩溃。而朱莉的崩溃导火索是大罢工。巴黎隔3差5搞罢工运动，地铁、火车、公交全都停运，通勤成了问题。她只能碰运气搭便车，付出比之前更多的时间。
间，但依然避免不了迟到的问题，不断被上司警告。与此同时，一直带孩子的邻居老太太打算不干了，但高强度的工作让朱莉一直抽不出时间找人替代。工作、孩子两座大山压得朱莉难以呼吸，她也想给自己和孩子们更好的未来，所以在投简历寻一份更体面的工作。她骑驴找马，把时间安排得严丝合缝，趁午餐时间做好客房打扫工作，下午翘班去面试，但还是玩脱了。上司知道了翘班面试的事情，她因此挨了批评，最终被炒了鱿鱼。新公司那边又迟迟不发通知，朱莉只能无望的等待，所有的努力到头来都是白费功夫，反倒让生活变得更糟了。这种无力感让人窒息，而朱莉甚至没有崩溃的时间，流泪也只能在化妆时进行。比做一个不称职的妈妈更悲哀的是，拼尽全力却也只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。其实朱莉并非不爱孩子，不为孩子着想，但母职的标准被抬得太高了，对于单亲妈妈的苛责又太惯常。似乎在很多人眼中，单亲妈妈自带某种残缺家庭的负罪感，一旦没有把这罪赎清，没有把生活驾驭好，就是彻底的失败。正像前段时间播出的国剧《加油妈妈》，张雨绮饰演的周楠楠就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单亲妈妈，赚钱和带娃两不误，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，看上去永远游刃有余，泰然自若。这样的神话虽说是为了歌颂单亲妈妈的伟大，但往往适得其反，显得悬浮。比如周楠楠在家里出事的时候，她只是一个普通职员，却能随时随地都能请假找人代班，还没被开除，这实在是说不过去吧。同时也导致对于全职妈妈的困境挖掘只停留在表面，故意制造冲突。最近播出的第二次拥抱里就是如此。在剧中，有的全职妈妈为了接婆婆电话直接抛下客户，有的在开会的过程中偷偷跑出去给孩子打视频电话，还有的把涉及公司保密材料的手机直接交给孩子玩，导致公司机密材料泄露。这些与其说是体现全职妈妈的不易，不如说是在给全职妈妈抹黑。而长期以来的神话最终只会变成一种道德绑架，一旦现实中的单亲妈妈表现不出神性，有了人性之后就会被人抨击。纪录片《了不起的妈妈》当中就有一位单亲妈妈，她被弹幕吐槽自私、不负责任、矫情，而她真的做错了吗？没有，她把儿子和女儿抚养得健健康康，在教育理念上也非常尊重孩子，即便儿子只上到高中，不想上大学，她也全力支持。说的最重的话只是让儿子考虑清楚，在女儿想见前夫的时候，她也甘愿当起中间人，让女儿和前夫见面。在言语之中也能够体现她对孩子的尊重，把女儿称作是赵小姐，但却仅仅因为在带孩子的过程中，她把自己放在了优先位置，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还会不断谈恋爱，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，就被骂得那样不堪。神话是可怕的，而全职给出神话之外的另一种可能，他把现实中的不堪剖开了给我们看，也有和国产剧中相似的情景，但却只是真实的拍出了单亲妈妈的生活。朱莉为了面试也尝试过找人代班，在第一次的时候她还能找到愿意帮忙的同事，可等到第二次的时候，即便她再怎么请求，还是遭到许多同事的拒绝。于是在脱不开身的时候，她只能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选择翘班，最后导致丢了工作。更残酷的是，翘班事件连累了另外一位实习同事，等到同事被开除，朱莉才得知她也是一位单亲妈妈。在职场中，他们根本没有太多的选择权。后来朱莉好不容易得到了一家食品公司的面试机会，当面试官问她能不能接受加班的时候，即便知道自己有孩子要养，她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加班。在工作和孩子中，她看上去选择了前者，这也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。直到最后，在经历了焦灼等待之后，朱莉终于顺利得到了新工作，但这也不过是短暂的喘息。她依然要在加班和孩子之间不断平衡。比起左右逢源的爽剧，对于生活无奈的妥协更显得真实。在无解的难题面前，完美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幻想。单亲妈妈需要的不是捧杀，而是以真实的样貌被看见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感谢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